7点，我们已经在这个桃园机场了。可以看到，因为是中秋节啊，人潮非常的汹涌。那进来之后，就大家鸟兽散啊。等一下等9点45，在 C9 这个登机门集合。我们到了 C9 登机口，等一下就要排队上飞机了。看来你们心态出问题。对啦。敢袂？对啦，跟你喝酒了呢。要了一杯红酒。我又呢叫他再帮我多倒了一点点，让我在这个机场，在这个飞机上面呢维持这个昏昏茫茫的状态。我现在当地目的地时间是1点多，凌晨的1点多。我们抵达的目的地时间还有7个小时又20分。外头一片黑压压的，什么都没有啊。现在跑了4、5个小时吧，到这里了，才到国际换日线。经过了整个日本，结果还有这么多，才到旧金山。为什么不在这边玩一玩就好了？这边也是很好玩，大家都在看电影，等着下飞机。这是飞行了10几个小时的第2个公餐，我们这个是海鲜餐，可以看到有水果、面包，跟一些海鲜啊、面啊之类的。想不到从一个白天的天气，坐了10几个小时，到了之后还是白天的天气，等一下就要直接赶行程了，也是有点累啊。我们点名好，现在要去搭巴士了。感觉设施还蛮新的，然后也有不少的充电插座，很好用。然后因为位置没有坐满，所以我们都一个人坐2个位置。我们在这个景点叫做双峰，但是这边都是白雾笼罩，所以看出去其实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外面这么清冷的天气啊，摄影师坐在那边兜售他的摄影作品，但还是有些观光客经过了，或许他就要站起来招呼。不过我觉得他拍的还蛮好看的。这边是往花街的方向走，从下游览车到上车有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从花街这边向下看，有一个可以直通到底的街道，然后也可以看到许多颜色的房子，
很漂亮。我现在就往下走，其实时间还是蛮不够用的啊。虽然说有将近50分钟，但是你要取景啊、照相啊，甚至可能逛一下咖啡店，那就没有时间啦。哦，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入口花街啊，这边是给车子开的。电动游戏的场景最喜欢走的一个景点之一，39号码头。然后我们这一群现在就要在这边吃中饭。这间是有海景的螃蟹餐厅。那先上的这一份是面包。那它有什么料？不是料了，料。海鲜料。我本来以为是我们一桌吃一个，结果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螃蟹。来，哪一边是可以吃的？这边可以吃的，这边也可以吃的，都可以吃。好干净啊，跟我想象的满地的垃圾啊、浮油啊、残渣啊都不一样，真漂亮。刚刚还下了一场小雨啊，虽然外面风很大，但这一头竟然也看得到晴天。哇，太冷了！这好像宫崎骏它里面画的场景啊，怎么会有树跟房子交错的这么刚好？是海鸥还是海鸟啊？啊，你看那个嘴唇。prescription 啊。让我想到这个军舰岛那时候沉船的那个样子。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天气之下，巴士啊就停在这里。那我们走到这边，差不多就要折返了。这边呢，在这个铁桥的下方有一些历史的说明跟标示。那这边也都是啊，当然写的都是英文。然后这边挡住了 Roundhouse Cafe， 好像有一点美国复古风的这种咖啡厅的感觉。很快的又来到了下一个景点，是美术广场。这也是一个算是休闲的主题的公园。现在今天的行程已经跑完了，然后等等都要去吃饭了。
大概要1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巴士的车子停好，我们一行人呢就来这个叫做 Golden Sand Harbor 吃饭。好，我们刚吃完金沙九龙这一家中式料理，那吃完呢50分就要马上上车了，所以时间剩下非常的少。那我们想赶快去旁边的超市买个饮料。我们一行人把行李都拿进了饭店，现在在大厅等待这个领队跟这个柜台办理 check in 的事项。时候已经不早了，但是啊，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当然想找一点当地的餐厅试试看啊，就找了一间汉堡店，目前都还有在营业的，走过去大概10分钟。不过晚上啊，要出门这样走路，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啊。看起来我们要吃的汉堡店还有在营业。好，终于上菜了。这是 cheeseburger， 这是2份薯条，然后可乐，然后这是热可可。OK， 这样子，生意超级好的。好，那我们的宵夜吃完了，吃完的感觉也没有比麦当劳好，算还行吧，还不错，在这边算是比较便宜的选择。早上6点半就可以开始用餐了，然后由这个服务人员带位啊，他的餐点啊非常的丰盛，而且准备的也很精致，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可以选择。金色的阳光打入了餐厅之内，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耀眼。哇，早上吃个东西，看到各国各色各样的这个朋友，觉得非常的有朝气啊，非常有活力。这个房间之间的通道啊，略显阴暗，比较没有阳光的照射，算是比较可惜，比较遗憾一点啊。现在已经7点半了，等等7点50这边就要出发了，所以赶快打包行李，再看一下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其实还蛮大的，除了2张大张的双人床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不少其他的空间可以放行李啊，或者是走动。那么我们要这个出门了，看一下这个窗外美好的天气跟和煦的阳光。今天的行程要去优胜美地。那刚刚巴士开了大概2个小时，现在要先来一个超市买我们中午要吃的东西。因为我们排队在结账，其实时间是有点不太够，大家都买了中餐吃，然后还有一些买了水果。这个轮胎下方放了一袋冰块，不知道是不是要降温。巴士啊，是在看我们右后方的景观。对。稍后一下下，看起来里面的位置好像是。很可惜哦，待的时间这么的短暂哦。如果是自己来的话，就是可以玩1天这样子。来右手边，轻轻的一点水飘下来，那里有看到吗？右手边，一点点水下来那里。有看到。哎，对，因为现在真的水很小，现在真的水太小。这里就要来找瀑布。
大家呢先进来这边上厕所，然后休息一下，把刚刚在山下买的中餐呢，在这边先解决掉。那等一下可能会去走步道吧，就是刚刚在超市买的一些凉的午餐，在这边先把它用完。我们现在跟着领队一直走，领队走前面，我们走后面。天气比较炎热一点，所以我们穿外套主要是为了防晒。什么东西？有人在攀岩。哦，攀岩是不是？那种类型。有吗？在哪里？有的半人啊，那个人有没有？那个在攀爬，就是绿青苔的右边一点点，好不好？人这么小哦？蚂蚁。哇！很厉害哦！我要把它放大一点。哇，真的耶！给他掌声鼓励。没有啊。来这边也有租借脚踏车，标准的，一整天40块美金，你租半天要30块美金啊！快要上巴士了，再看一下这个这么漂亮的优胜美地，太难忘了。有机会的话，一定还要再来，住它个几天。好，我们现在从优胜美地那边开下来。那在晚餐之前呢，先到这个超市，再来逛一逛。这个超市的这个 slogan，since 1935年，滋养我们的社区。杯子装的这个百事可乐，颇有感觉啊。这是今天的主菜，虾跟牛。我们刚刚吃的这一间叫做 Applebee's， 分量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充足啊，吃不完啊。哦，才能够再上车。不然才。这个饭店的电梯坏掉，所以现在正在商量这个分配楼层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的401号房，刚刚拖着行李从楼梯间这样子走上来的。这个房间很新颖啊，看起来什么都是新的。然后我们把窗帘拉开之后呢，外面就是一间 In and Out 素食店。这是2张床之间的柜子，这床的高度也非常的高啊，我看起来有70-80公分有。我们住在4楼的房间，这是我们的房间出来，向街道上面看。这边前面的右边就是一个 exit， 有点像是 Silent Hill 呢。这边已经是2楼了。他昨天去买了2瓶3块钱的谷类面，没有味道了。我觉得这个美国早餐啊，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看起来也很漂亮，包装设计的也很精美，真的赞。哦，前面就是餐厅的，吃早餐的地方。哇，这是加州的早晨啊！早上7点，太阳就从前方冒出来了，金光闪闪的。在加州啊，真的还没有遇到下雨啊，不像我去日本，10天有8天都在下雨。来吧，冲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有开吗？ But so this is the drive-through, and then at the
So we can order there. So you can order not on the drive-through, but in the very front of the building. Okay. There's a little tiny window. Okay. Anything else? No, thank you. Okay, it's gonna be $6.75. 坐了2个小时的车子，其实应该说是3个多小时啊。那现在要来吃中餐了，就是右手边的这一间 Denny's。我们看一下头顶的这一大片的这个白云啊，对比好强烈。没有，这个是鸡胸肉啊，这个是玉米，这是马铃薯嘛，哈。哦，你鸡肉你以为鸡头呀？没啦，鸡胸肉啊。他有说鸡胸肉。对啊，早上他就已经跟你讲了。好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Outlet， 听说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商场，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那我也稍微逛一下好了。刚刚在哥伦比亚逛了一下，然后买了2件 T 恤跟一个帽子，非常的便宜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台湾的1/3的价格。哇，这个阳光好舒服啊，虽然很强烈。这天空这个蓝色，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坐了好久的车，那已经5点了，我们就先到拉斯维加斯的这一间中式餐厅先吃东西。现在往 Treasure Island 挺进，美丽的夕阳。我们的房间是18047，快到了。从我们房间看出去的景致，非常的辽阔。刚刚看到那个是川普大楼，然后这边呢是夕阳西下了，顶上还有一个直升机飞过去啊。这个房间非常的复古，进来就有一个空调在运转的声音，蛮大声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空调的这个开关啊，是 Honeywell 的，很有历史啊，是那种比较旧式的开关。这是房间内的电话，可以看得出来界面非常的复杂，让我想到以前在学设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实用性的案例。前方川普大楼字样正向着我闪闪发光，我离川普好像越来越近了。刚刚走路啊，摩肩接踵的，实在蛮不舒服的，而且有一点走不动了，所以我们就叫了 Uber。看起来就是这个机场了吧？前面再走个几百公尺，就到要搭直升机的地点了。好大声啊！这边有一个展示中心，进到这个直升机的这个算是休息室吧。好，我们现在在等候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 boarding card 2张。
刚刚体验完刺激的直升机飞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大厅这边叫 Uber， 然后等一下送我们回饭店附近。我们在埃菲尔铁塔这边下车，然后走一走看看，逛街一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不过啊，也已经10点半了，有点累就是。我觉得啊，在这个城市里面看到各色各样的这个人们啊，让我重新对“发育”这2个字呢有了新的定义，太惊人了。OK， 好，我们决定要找个甜点来吃东西了。然后他们店家还蛮有良心的哈，上面都已经给你标好了这个它有多少热量，780卡路里，这个要1860卡路里。刚刚点了一个 Ocean Beach。然后他问我的名字，然后我跟他说 Michael， 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太难叫了。来，拿到了，这是我们的 Ocean Beach， 边走边吃吧。18块美金的这个冰淇淋，折合台币啊，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呢，我是美金小白，所以呢就乱花钱。但是真的是超好吃的，而且啊，来这边也就1个晚上，今天不乱花，什么时候乱花嘞 ？OK。吃完了，拜拜。我们看一下这个蛮有历史感的开关啊，我很喜欢这种触感啊。我们来开关一下，哇，咔嚓一声，非常的清脆啊。打开，哇，关起来。这个公共空间有2张椅子，坐着就可以看到非常长的长廊，好特别呀！好，看一下这个早餐，把一些包装都拆开之后啊，可以看到一些渍菜，跟这个包子，还有这个没有剥的蛋，然后那个粥啊，真的是有够大一碗的。匆匆忙忙的又要赶上巴士啦。后面了，我去上厕所。中途又下到一个休息站，等一下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巴士先到这个西安国家公园的这个附近的一个餐厅先用餐。餐厅内部都有一些漂亮的装饰画。那刚刚就买了2个磁铁，啊，差不多要上车了，时间不太够，好吧。我们现在要往游客中心走。哎呦，你看，有没有？这是巴士的最后一站，游园巴士。我们看一下这个山壁。下导游是2点半，对不对2点20，哦，20。
do you want to stop next? The next stop? Going there? Yeah, we'll take a picture of the Angels Landing. Take a big thing or whatever. Yeah. Great. We'll just do each little stop. Might as well. 好，这个游园巴士回到了第一站，也就是这个游客中心。稍微看一下这个游客中心好了。这份是 Bryce Canyon 的店，那已经快到这里了，等一下就要下车了。这边就到了布莱斯峡谷。那刚开始先去上厕所，温度明显的下降，所以一定要穿外套。这边是 Sunset Point。자기야 내려오라고.这边是 Sunrise Point 旁边的这个步道，我们向下走一下。分配房卡，然后等等呢，要把行李拿进去房间，这样子，然后会稍微先等一下，因为现在餐厅的人吃饭的比较多。这旅行社很有心机哦，把这么好的东西夹在中间，让我们的期待越来越高。你看一下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可以从事 ，Something fun for everyone。你看它下面有很多的纪念品啊 ，Rock Shop， 然后有什么牛仔啊之类的，还可以租借脚踏车，感觉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样子。它甚至有 Air Tours， 哇，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以后会想要再来造访。天气还蛮冷的，只有12、13度吧。哦，这个是一个 buffet 形式的一个晚餐，所以呢，餐券就定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拿东西回座位吃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牛仔吃的晚餐。一般牛仔应该就是吃这些东西吧。哇，这个超市里面这个纪念品商店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鹿的头啊的雕像立在墙上，刚刚从商店出来，已经9点半多了，要回这个房间去了。那再看一下这个超级大的月亮，这个新闻上啊都有报道说，今天这个礼拜2的这个月亮非常大，确实也非常惊人啊。那我不知道这个 Pocket 3拍起来的感觉会不会看起来有这种效果，但是现场看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现在的温度据说是12度，蛮冷的。可惜只住1晚。那明天早上9点会离开这个地方，往下一个地方前进。早上我们已经这个梳理好了，现在已经超过6点半，我们要去吃早餐，可能吃个20几30分钟，然后等等就要到附近走一走。
这个布莱斯啊，感觉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我们要好好把握一下。再看一下这个美妙、这个装潢质感一级棒的房间。哇，大伙们，看看天边啊，1.5G 的清爽，一早就有老外在遛狗。昨天呢，吃了布莱斯在这边餐厅的冰淇淋，觉得很好吃，暗暗许下愿望，10年之后再吃一碗。后来想一想，不想等10年了，再去盛了一碗冰淇淋，就缩短了10年的等待。然后我们就往那边走，那边有露营区，我们往那边徒步。哦，早餐已经拿好了，一样的丰盛。窗外的景致，可以看着朝阳升起。美国人的早餐3宝都有了，这个火腿，然后这个蛋跟马铃薯。哇，天空这一道云，好像一头大鸟往天边飞去啊！这些商铺都还没开门。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办公室就在这边。你要露营的话呢，就是进去咨询吧。你要进去吗？地上有这么多的松果，然后这个腹地如此的广大，但是发现人们好像都是偏向这个营地的内部比较多啊，可能是因为路边的车流量的声音比较吵。这边真的有数量超级多的露营车啊，每一台的规模都不小，而且也有一些变化，式样没有那么均一。这边发现了一根铁锤，细思极恐哦。水池上都冒着烟啊，是因为有温度吗？这一侧的住宿叫做 Lake View， 往这边看可以看到一个湖泊。休息站买了一些纪念品出来，它里面的商品非常多啊。然后进去之前有先发这个折价券，那我买了一些这个饰品，跟这一张动物的这个明信片。因为我在 Bryce Canyon 有看到，左手边这个就是格兰坝啊，格兰水坝了哈。然后格兰水坝后面的那个，其实也是当然也是科罗拉多河啊，但是它把它拦起来，变成一个水域。那边就是所谓的鲍威尔湖。这边下车后先上个厕所。等一下要去马蹄湾，那这边的时间留将近2个小时，或许比较充裕吧。往马蹄湾的路上只有一条路，没有什么走错路的悬念，万里无云啊，真的是万里无云啊。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湾。哇，真的要注意安全呢。
Una vez nos enseñó como. Tú me dices, señala así como. 哦呦，哇哇，看得我都恐怖。真的，你过年。哇，这些外国人的胆子一个比一个大，我应该都没有他们的1/10。这里如果对我比较理想的时候，我觉得一定得要选比较没有人的时候，然后呢，晨昏之类的时刻再来，可能会比较好。那这边再给我加3。今天中午吃类似台式的自助餐，看一下这个环境，还放任贤齐的背景音乐啊，超多人的。好，用餐完出来了，等一下要去羚羊谷，这个一品香觉得还是比较台式，它的一些自助餐的取用的方式啊什么的。刚刚车子在停车的时候，导游稍微看一下旁边，说：“哎呦，怎么会有我们台湾的国旗跟这个大陆的国旗两个同时并存在一个地方？”我现在走过去看一下，中华民国的在这里，然后还有5星旗。好，现在我们在巴士上，大家在等这个羚羊谷的这个入场。那因为人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在巴士上先等。它前面的这个篮子啊，非常的浅，所以基本上放不了什么东西。这样拍吗？好像是这里吧？不会。好啊，你后退一点，或者不然进去一点。没啦，应该没吧？出来了。从这个礼品商店出来，我买了一个钥匙圈，之后啊就要把钥匙换上去了。这边可以看到都是黄沙遍地啊，每个地方都会有沙子的这个侵袭跟覆盖，看地板上都是这样子。所以刚刚在导览的时候说，这个要小心你的这个摄影设备，但其实还好啦，因为它不像海边啊，会黏黏的。已经从沃尔玛出来了，根本就花不到50分钟的时间，因为吃的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主要是饮食的习惯不太一样啊。那么刚刚已经下巴士了，今天晚上呢就住在这个餐厅附近的这个 Holiday Inn Express， 慢慢等着时光流泻掉，享受这个宁静的美国的夜晚。现在旅行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穿了几天之后的衣服，直接在这个饭店里面用手洗，简单的洗一下，然后就想办法把它晒干晾起来，这样子也不会累积的非常多的脏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瑟亚当斯在优胜美地拍的那些黑白的风景照非常有名，我觉得在这个附近的这个州啊、景点啊，或者一些饭店，他们也喜欢挂类似的这种风景摄影作品，是蛮好看的。小镇它早先因为66号公路的存在和兴盛，这边听说都是这个印第安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前面看到的这些区域，就从它外面开过去。这边只停留半小时，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这个 Desert View 的这个 Tower。那先去上厕所，
等一下再走过去。哇，真漂亮！这边就是 Desert View 了，应该是主要的一个看台的吧。现在已经下这个大峡谷的这个主要景点了。那现在可能要去这个 Mother Point。哦，它是以人来命名的。对，它是第一任的那个主管，成立国家公园后第一任的局长。主管啊。对。那最主要是这个 view 了。嗯。其实每个点都可以拍呀，它也不是只有那边啊，也不是只有 Mother Point。他站起来干嘛？人类有办法从一边跳到一边吗？这边看到一个地质博物馆，这个窗户的边缘就有一些关于这边地形的地名的一些解说。这边就是大峡谷的游客中心啦，外头的太阳有一点大，然后附近有一些摊贩是看起来是印第安人他们在摆的一些摊贩。那这边有一些招牌跟你说，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你只有1-2个小时，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一点点时间，15分钟多吧，我就来一下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商店走一下。哇，这个瓶子好漂亮啊！可是我们家里的马克杯实在太多了，可惜。大峡谷，人家都玩2个礼拜的，我们玩2个小时，没有办法啦，就是这样子。20年后再来。到了。这听说以前是一个理发店，然后那个店主已经是97岁的人了。是他自己的商品。你去那里看看。哇，那位老先生的照片呢？不是他的那个。嗯。对啊，他真的是理发店啊。啊，可以参观吗？可以啊，可以啊。哇。I think I need one now. 花了快50美金啊！好，那赶快再逛一下好了，时间不太够了。真的，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可以在这边消磨掉好一段时间。已经到了这个 Lively， 就是微笑的林这个城市。
出来的感觉还有点热。哇，听到老歌。沙拉拼盘，我的是椰子虾，看起来分量还不少啊。这边还有柠檬，然后薯条、虾子，它的虾子都比较浑圆啊。哎，那个河边那是浣熊吧？那个叫浣熊哦。对，那应该是浣熊吧？不会吧，浣熊它会游泳。啊，它在那边干嘛？诶 ，Hello。哦，这是我们入住的最后一个饭店。那明天是凌晨就要搭飞机了。这个酒店也是属于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个建筑啊，所以有一些设施难免都会比较老旧。像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空调系统啊，就会有比较尖锐的这个声音传出来。然后同团的一些这个朋友啊，也陆续在 LINE 上面有回复一些，比如说厕所的排水上面的问题。那有些后来是排除了，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还需要解决。然后本来导游在这个巴士上面说，这一间这个酒店啊，没有这个咖啡机，也不会供水。但是我们进来呢，不仅有咖啡机，而且它也供水。刚刚看我爸去这个赌场乱玩，那我们就先离开了。来买个冰棒吃。这是热食机器嘛？哇，汉堡啊、水饺啊，什么都有。投了一个这个三明治冰淇淋，当做宵夜吧。就是今天在赌场酒店的早餐是要人家带位的，不能自己拿的。开了快2个小时的巴士，现在中途下一个休息站来上厕所。天上不时有些鸟类在盘旋啊，有种很广袤无垠的感觉，漂亮极了。现在已经到这个洛杉矶了，看一下这个侠盗猎车手的城市。好，现在要先去用中餐了。我现在走在洛杉矶的旁边的人行道上，让我想到那个电玩里面的场景啊，旁边的一堆 NPC， 他们也走在人行道上，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奇怪。吃完了，现在这边等50分上车，然后他们在这边聊天。这边的那一种类似商圈的协会，他们所主办的一个活动，那他们就是让那些影剧公司来推荐对于影剧产业有贡献的这些人，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只要有。这边是星光大道。这边是中国戏院。中国戏院
这是尼可拉斯凯奇的，我们来比一下我的手谁比较大。哇，他的手比我大多了。这是 Michael Jackson。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正面的。哇，好鲜艳的一个城市啊！刚刚买了一个钥匙圈，哇，我觉得这个城市超有活力的。我目前为止还蛮喜欢这个城市的，很鲜活啊，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艺术表演。还有名创优品。星光大道往回走，那在这个区域要上洗手间不花钱的话，就在这里。前面教学的不一样，那个就。那我太太要帮同事代购这个运动员的球衣，就找找看这样。然后，但是刚刚那间不是这个什么专卖店，很有趣啊。刚刚我们在下面那间店，它不算是专卖店，然后就有一个不认识的这个华人跟我们说，专卖店是在楼上啊，不是在这里。结果我想要买这边的这个磁铁，结果老板不见了。刚刚匆匆忙忙的利用剩余的时间买了一些帽子。OK， 去集合吧。你看，这是一个漂亮的这个金光闪闪的招牌啊，那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个剧院还是表演场。好，在这间巴士前面停了这个商品店，买了一个洛杉矶的这个磁铁之后呢，差不多就要上车了。好吧，已经4点了。OK， 看到这个就会想到当初第一次去日本，觉得什么都很新鲜。要把所有的收据啊、塑胶袋啊全部都留下来。现在这个也是啊，塑料袋也没有特别想丢。在美国这边各大城市你们只要想要知道说这个地方的房价贵不贵哇，这边涂鸦真的比较多。这边等一下要到这个联合车站去，那下来的时间比较充裕一点，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那这区也是很多的游民啊，导游说这边以前长期都被很多游民用帐篷啊，在这个街边就是这样占据着。这里就是 Union Station。导游说这个车站也是可以一个礼拜有3、4班会到这个大峡谷附近。这条好像叫做墨西哥街吧。在这一家墨西哥商店，我们买了一张明信片，正好赶上他们打烊啊，大家铁卷门就放下来了，买了一张明信片。大概上班才进来，而且之前它真的是很多帐篷，帐篷座位啊，不会赶。那今天傍晚就来这个唐人街这边吃晚餐，等下吃完晚餐就要去机场了。这光线真的是太漂亮了。好，在这边吃完了 Broadway 的这家餐厅，也是中式的。那吃合菜，10几个人一桌这样。但是因为里面比较热，所以就是热到有一点昏头。那总之吃完了，现在出来了，等等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边有一个中华会馆。中
中华民国的国旗，然后有一个美国国旗。过去刚才提到，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所以呢，我们去到机场约略会是7点45、7点50吧。哦，大概。好，已经到这个洛杉矶的机场了。我们现在要往这个出境的航厦前进了。给了司机威利一些小费，给小费的人还不少啊，蛮热情的。经过一连串的检验的过程，终于大家都通关了。那已经进来到这个里面，还有1个半小时呢，就登机这样子。看一下我们的飞行路线，10几个小时了。非常的长，旅行结束啦，现在要走出飞机了，拜拜。